好，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儿这个播一个视频，那这个视频呢就是传说中的《战国传承3》。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游戏啊，说白了啊，这个应该做这个视频的话，做了能有得有个8、9次吧啊。包括轻版的，还有各种进玩法的。这次呢，咱们做原版视频，操作者呢是来自于咱们的战国传承啊，这个战国群7588909啊，就是他们的一个作品。这个作品呢，也是在排行榜上赫列在目的排名第1位，双人速通，也是整个速通当中最快的一个记录。他们选的是一个是影联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红。影联的话呢，是这个游戏的肯定是主角啊。影联这个也是新手必备，玩这个游戏影联是入手最简单的啊。然后上手之后呢，很多人喜欢玩，比如说百鬼，还有玩那个叫那个老金啊，一个外国人学忍术的。但事实上呢，个人觉得吧，高手玩什么人物都玩得特别好，都一样。只要你会跳跃、攻击、切换，然后再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小连段就可以。有很多好的这个，比如说有很多好的这个切怪连招。主要呢，这个游戏难点在于上手吧，有点难。所以说让人感觉到很难受啊。其他方面上，这个游戏有什么特色呢？它有一个能量的设定。你要是练招的话呢，是要这个费能量的。然后练必杀技的话呢，也是要费1颗整个能量的，在咱们的血量的上方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利用地剑来释放手里的道具，比如说像飞镖、炸弹，还有手里剑啊，这都是常规的啊。正常来讲呢，这个游戏咱们练招的时候有无敌的判定效果，所以说高手呢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判定啊，比如说练招的判定去躲一些致命攻击，还有利用前去躲。当然呢，前呢撞到人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判定。连招方面上呢是越打呢连击越多，在打 BOSS 的时候呢伤害也是越高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手玩轻版也会打得非常简单，而咱们菜鸟玩普通难度，不是玩这个普通版本，就是正版版本的都非常的难，何况玩轻版的根本玩不了。就是连招系统啊，连招系统也非常屌。这里面的道具，如果你问我什么道具是最狠的啊，就是现在影联手里拿的那个手里剑，它现在有9个手里剑，只要捡1个手里剑就是3发，捡9个的话就是9发。这个手里剑啊，是这个游戏当中最屌的飞行道具，它可以选择打到人身上之后呢，可以贯穿啊，可以穿透这个对方，然后呢还可以进行连招，这是它非常屌的地方。我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，用这个模拟器作弊。然后呢，调成无限这个飞镖模式啊，也是挺赖的，一顿飞镖就可以把这个 BOSS 折死，就像这种玩法。当然了，这个小女儿呢会无限爆飞镖，你也可以捡飞镖呢。小女儿是各种爆啊，就是你打了就行啊，只要打了就行。当然，咱们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前面3个关卡呢其实是入门关卡啊，一个是在咱们中国，一个是意大利，还有一个就是在本地，是吧？这一上来先是你看这个忍术，你看阿国。这阿国呢也是一个隐藏人物，咱们可以在后续招降他之后呢可以选，但这阿国这个人物啊，我个人觉得反正不是很好用，很多人不愿意选啊，这个人没有那么厉害感觉。好了，撇完之后呢，扔了一个，好了，直接就是一个下 A， 下 B 啊，这好像下 B 啊，下 A， 直接给他打死了。咱们可以看到。最后跟他唠嗑啊，就是打败他之后呢，他寻思啊，就是我要走啊，我闪了啊，我闪了。一会儿呢，还有一个叫百鬼的，不要个逼脸的啊，一会儿还有个叫百鬼的。好了，这是在日本本土。红，你们是喜欢阿国刚才那个 BOSS， 你们喜欢刚才那个 BOSS 那个形象的，还是喜欢这个红这个形象啊，兄弟们？无限气没意思，无限飞镖过瘾暴力啊！无限飞镖你们玩的就知道啊，非常爽。这个红这是身材感觉有点像小妹，邻家小妹的感觉。这阿国就不一样了，阿国那真的是啊，哟，怎么弹幕里面都喜欢红呢？我也是服了啊。跳跃、轻攻击、重攻击切换这招。如果菜鸟玩不会这招啊，永远都白扯啊！当然这招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节奏问题。好了，掉空中一跳，有个过场动画，从楼上这从60多层楼上跳下来摔不死，我也是醉了。
这个女的不停的摇，那你是没看阿国那才是摇，那是主摇啊，那无敌了那个。好了，一会儿有个老头飞过来，其实不是飞过来的，是一帮人把他拉过来的。精英怪，你看，哎呦，好，可以看到这边这边红在连，然后咱们这边是 AOE 2个小怪。这种红色的枪兵呢也一样，也是血量是3管的啊。狼哥必喜欢阿国，那确实是啊，阿国有点东西啊。跳下去，他必须要，哎，你看啊，他必须要往后撤一步，还得保持这个旗，还得站齐了啊，这太嘚了。这游戏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咱们先选的是意大利啊，那边就它这里面是一面的伊泰利，感觉有点像。然后呢，这个招降的阿国，然后在这个日本的招降百鬼，然后在中国呢就没有，这中国的 BOSS 是个兵马俑，我也是服了，瞧不起我们中国的啊。啊，看看这里面啊，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什么叫战国传承？传承这个就好理解了啊。咱们你看故事也是发生在现代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战国是什么意思？战国其实就是日本的战国时期的，大家伙能记住啊。日本的战国时期跟咱们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完全是2个不同的东西，而且规模差的就远到不非常啊。日本战国时期呢，其实离现在呢稍微近一点。好了，可以看了，现在必须要站齐了，然后呢一起走地铁，多嘚儿啊！你说啊？好吧，咔咔一顿挑。其实我想说，这个红这个形象也是不错的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吧。我个人觉得吧，这个每个人的喜恶，这个确实不用说，就包括你比如说，哎。比如说我喜欢哪个小妹儿啊，然后那个问一下，看看那个投票啊，评选班花什么的。其实这个东西就不一样。你比如说你把一个美女叫过来，她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，都觉得她是最漂亮的，那所以说就很难受啊。类型方面上呢，其实都一样啊。你可以找几个不同风格的，是吧？一起试一试嘛，对吧？又无所谓了啊。好了，看看，好，百鬼，这个百鬼长得你们看像不像那个形象？像不像那个死神奇基纳米？那个死神啊，死神里面有一个队长，这个小孩儿，那个小孩儿什么日番谷东狮郎是不是？好像是啊，牛逼啊！手里拿着一个月经轮。手里拿的是一个月经轮啊，百鬼的话呢，很多人喜欢使百鬼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啊。他的这个必杀技啊，特别有意思，特别逗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跪了，给跪了，然后跑了。正常呢，咱们现在只能选择啊入门关 China， 入门关入门关确实比较简单，就连菜鸟的都可以轻易的过，包括 BOSS。但是你打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就是啊，然后到最后呢，这2个人发现，哎呦，我应该救咱们这个主角，然后一帮人聚到一块儿，觉得哎可以，觉得怎么地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咱们应该这个一起战胜你大哥。你看这个自行车，这个地方特别嘚儿啊，你这咔咔自行车，你看这个日本，你这好不容易有一个小电动摩托车啊。确实狠，好了，小音乐还是蛮好听的。哎，这个就内涵了。刚才你看，刚才那个电动车底下有一个披萨，有一个绝望披萨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他这个就是送外卖的啊，这个就是饿了么、美团什么的。好了，一起跑，不是轻版，谁告诉你观赏性了？咱们这个是速通啊，咱们这个速通是相当的快啊，就是为了快而使劲的啊。
当然轻版速通的话应该是33分钟，咱们这个原版速通是27分钟，差6分钟。这个有点虐的东西啊。好了，看看。啊！死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站起来喊一嗓子？真的是逗逼啊！就这招是最耐的。我记得我玩这招的时候，我玩那个快打旋风 LNS 3.0的时候也是这么玩，跳起来叭叭一顿干。20年前就是那么穷，就是他这个不是黑，是太现实了，是不是？泰森的弟弟叫太现实了。哇！你看，把怪聚堆确实狠，只要你把怪聚堆了，就可以一下全秒掉，多爽啊！这个。哇！还要一起站齐，你看啊，直接走，有的时候是跑过去，有的时候走过去。好，一会儿看看到 BOSS 阶段啊。泰森，我没有那么多弟弟，你怎么知道你没有那么多弟弟？这俩人好同步啊！你看啊，真的很同步啊。哎，这个技能可以看到，红其实很少用到技能。影莲的话呢，你看经常的在最后一招的时候用，他冲过去那招好像是下 A， 下 B， 然后这个拿刀一个大电砍应该是下 A， 这个不一样啊。好了，来看看这个第一关的地图。这段时间都看不到弹幕了，大家伙都睡着了。我跟你讲，肯定有人现在搁那使坏呢，搁那不知道搁那干啥呢啊！这边开着直播，那边打的潮流，我就不知道你们啊。好，来看看，看起来像兵马俑似的，事实上明显是日本装扮啊。刚才有咱们弹幕里面说这个人有名字啊，这个人名字是个日本人啊，手里拿一个剃刀，直接秒掉。为什么叫剃刀呢？就是那个大蛇剃的剃。梆梆梆，还有奖励关，你看啊。往回走，然后一帮小逼崽子把咱围住了。其实这帮小逼崽子啥也不是啊！你看这个汝窑，这才叫汝窑呢！啊！这点头啊，互相点头，就是明显是好的。选人，百鬼，还这不用影莲了，真的是狗啊！好了，这个。哦哟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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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影莲的话呢是说白了，大家伙都比较熟这个人物啊。这个人物的不是说错了，百鬼啊。影莲就上来就白给了，真的是难受。百鬼这个人物啊，确实帅。就他这个形象啊，还有他的这个招式设计，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炮。但是你要玩轻版的话，可以上来就选。好，跳过来。上方有一个凤凰，我们管这个，哎呦，你看这个蛇，有一只神鸟啊。这只鸟的话呢，我倒觉得呢，这个挺嘚儿的啊。这个鸟非常的好打。有没有一命通战国之刃呢？你说战国之刃2是吧？不是战国之刃1，战国之刃1就不用说，战国之刃2是吧？有一命有很多，但是我现在这没有录像，你找到的录像全都是不同步的啊！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了，为什么就不同步？好，看看
你看这个百鬼的必杀，百鬼的小必杀技啊，召唤出一个恶魔出来，召唤出一个召唤兽，而且百鬼跑的，你看这个姿势。好了，这个红有点逗逼了，可以看到这只鸟，这个绝对是神鸟啊，应该能直接秒死，没死，还剩下一小管血。哇，这是个小 boss 啊，他没有说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啊，就是个小 boss 算你把它当精英怪也行，他就跟最后那一关那个大面具似的，一会儿有一个自来也啊，一会儿有一个自来也，来自于妙木山的啊，有点东西。C 呀，噔，你看这不是自来也吗？自来也还背一个，人家自来也是背一个卷轴，他是背一个八卦箱，然后手里还拿着一个 RPG， 我操，这个真的是过分了啊！作为一个 boss， 你这个发型有点对不起观众。你看百鬼的这个必杀技多有节奏感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，这是一套正常的连招。2、3、4、5、6，哎呀，后面那个小蛤蟆恶心了。2、3，直接秒掉，伤害算的不错啊，确实算的不错。不是自来也，我知道不是自来也，我就说这个意思。你看好多，你看日本好多这个，你像做火影忍者里面，他也借鉴了不少这个很多人物。其实你像什么自来也、纲手、什么大蛇丸，早在这个天外魔境里面就有他们的角色上场，是吧？而且定位都差不多啊，很多忍术也设计的很像。比如说纲手，对吧？他也是召唤那个小鼻涕虫，是不是？而且他也是力量特别大，拿一把大斧子牛逼的要死。好，来看看最后一关须田信长。我是这样式的，我记得那个谁，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真田丸，是吧？日本电影就讲各种，那是日本战国时期有很多大佬啊，一个一个大佬，结果到最后风云突变。好了，看看走这个地方，这是阿玛瑞卡啊，阿玛瑞卡。一个超杀，枫叶，再来一手必杀，他这个地方有内涵了啊，为了打得快一点，但我个人觉得也没快到哪去啊，真的，你觉得快了吗？啊，好了，从上面跑，在这个用这个，你看手里剑，一个手里剑，两个手里剑，再给一个的话就是9个手里剑啊，一共是9发。来了，看看我们的这个，其实对，你看咱们现在弹幕里面说的特别有意思啊，就咱们这个游戏，很多游戏啊都是有这个历史啊，或者说一些什么原型的。比如说，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个原型，通过这个故事给讲述一下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啊，无论我怎么去策划，怎么去做，都是相当的这个好做啊，信手拈来的，真的啊。好了，看看这个地方要破除了。白骨老白直接跳到地底下去了。一会儿咱们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一关啊，最后一关这个好了，来看看一把电刀，这个牛逼啊！这哥们儿是你可以看到他发的是闪电球的攻击啊，这闪电球的攻击有点东西啊。这就是正常的百鬼的一套招，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一个必杀，
伤害算的不是很好，一个血杀压制，然后变成无敌状态，再一个必杀技又没整好啊，浪费一点时间的啊！刚才浪费一点时间，这样能有节省个5-6秒钟的，结果他浪费掉了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为了求稳啊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我们看看这关也过了，噔噔噔噔，梆梆噔。好，来看看最后京都。先是一个背景图，然后直接从这里跳下去，过分啊！我那个时候以为京都就是东京的，后来发现，哎，对，日本是没有首都这个说法，日本好像没有首都哈。人家问那个郎嫂说，哎，郎嫂，你知道那个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儿吗？郎嫂寻思寻思，啊，墨尔本吗？我刚开始我还寻思，我说郎嫂肯定得说悉尼是不是？但事实上郎嫂说了一个墨尔本，到老嘚了啊！分数缺2P高，那减分呗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这关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这里面有一些怪啊，特别屌。那怪的形象是一堆大脸。一堆脸组成的一个白球，老嘚儿了啊！显示你兔子，你最近你都困成一条小狼狗了，你都快啊！先睡为敬。好，我们看看一会儿。这小狗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个不叫小狗，咱们可以管它叫地狱犬，是不是？叫的好听一点啊，一条小狗啊就不好听。那你这个叫什么？蓝色秃鹰，让我想起那个《猫和老鼠》里面那个秃鹰了，是吧？那给汤姆都玩屁了，最后汤姆还生出蛋了，无敌了都。看看脱怪，把怪聚一块。你看这个手里剑，这手里剑就是这个地方变态啊！当然呢，我跟你说，其实要捡点雷的。这个雷有什么用处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，打这个最后一关这个 BOSS， 就是要用这个雷的。刚才有人说这个，最后一关的 BOSS 是那个织田信长，哇，一顿炸。9个雷直接把门炸开了，这门其实也是一个小 boss 的啊。好，来看看欧利亚，这个利亚肯定是一个语气词，对吧？这个欧利亚、尤利亚、图利亚、布利亚，就这个利亚肯定是一个语气词，我不用多说的啊，能理解。就是大喊一声什么利亚啊，完事儿。澳大利亚、保加利亚妖王，其实个人感觉还是影联帅啊。这百鬼看起来太非主流了，影联就是非常那种正的那种帅哥啊，那种大帅哥的感觉。啊，看看，再等着刷，一堆小怪。这些小怪，你说它是什么东西成精呢？河童是吧？啊，河童。你看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年号都变了，变成令和了。一说起这个事儿，我就想起来了啊。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小学生说自己要成为平成时代的福尔摩斯。结果到现在都令和了，他还没有变，他还是上小学呢，我都服了，真的，都变成令和了还上小学，多嘚瑟！好了，看看，又是小 boss，
一丝血，打出了一堆金子出来。啊，就这招赖，就黑呀黑呀黑呀，跳起来给这空中一顿球，多赖啊！这个。好了，进屋来到了洞底下，你看这个有机关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一堆大脸，大脸怎么说呢？全都是怨念啊！走道掐腰，哎，这你这么一看啊，这个小妹儿长得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跳过来，然后把怪巨堆儿。面，碗面，杯面，影莲是用了，刚才一直用莲，后来换成百鬼了。咱们这个在后期可以重新选人的啊，这个不是说 bug 或者说怎么了，确实是可以这么玩啊。好了，看看。嘿呀嘿呀嘿呀！乌利亚，好了，又是这个老头，感觉你们这个老头绝对是比较神啊！传说中的迷之老头。哇！好，来看看。听这个音乐啊，就是前面有一个非常牛逼的人物，咱们可以看到，身上写着一个大字“怨”，怨是什么啊？好吧，一顿连，就是小必杀技。你看这百鬼一顿下上，这小必杀技，我操，赖逼一个雷、两个雷、三个雷、四个雷、五个雷，雷撇。好了，终于是召唤了，怨念啊！你看。一个雷，两个雷，三个雷，四个雷，五个雷，六个雷，七个雷，直接雷死。一代枭雄直接就被炸死了，老惨了。27分钟啊，27分钟冒头直接通关啊，太牛逼了！来自于咱们的战国群7588909啊，这个确实牛逼的。也是目前排行榜当中速通最快的双人速通啊，确实厉害。